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准备一起进行一次非常特别的深度探索。我们要聊的话题，毫无疑问是当下最火热的，那就是人工智能。它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重塑着我们看到的一切。不过我们这次的视角可能会跟你之前听到的所有关于 AI 的讨论都非常不同。我们不打算去展示那些最新的 AI 应用有多么的酷炫，也不想去预测那个听起来很科幻的起点到底什么时候会来。恰恰相反，我们要做的是暂时把所有关于未来的猜测都放一放，转而审视一个更根本也更迫切的问题，就是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一分钟， AI 到底在对我们以及我们的社会做些什么。为了能看清这一切的真相，我们需要一位非常特别的向导，他就是传奇的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对吧？为什么我们要借助一位半个多世纪前的思想家来理解今天最前沿的科技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麦克卢汉的洞察力实在是太超前了，以至于他的理论就好像是专门为我们这个数字时代提前写好的一本密码本。在今天这个被算法和数据紧紧包围的世界里，当我们感到困惑、焦虑，甚至有一丝丝恐惧的时候，这本密码本就能帮助我们破译那些正在发生的深刻而又隐蔽的变化。它用一种非常有力的方式提醒我们，想要真正理解一项新技术，关键根本就不在于技术本身能做什么，而在于它如何彻底改变了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它如何重塑了我们彼此连接的纽带，以及最终它如何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人的意义。所以，请准备好，接下来我们将一起用麦克卢汉这把独特的钥匙，打开 AI 这个神秘的黑箱，去审视它对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存在的意义，到底带来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好，这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基石，也是麦克卢汉思想最核心的精髓——媒介及讯息。我得承认，这句话第一次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口，甚至有点故弄玄虚的感觉。但请相信我，一旦你真正理解了它背后的深刻内涵，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都可能会发生永久性的改变。媒介及讯息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是，一项新技术的真正影响，它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真正消息，根本就不在于它所承载的那些看得见的内容，而在于这个媒介本身的特性和结构。是这个媒介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运作的规模、速度和基本模式。我们来用一个麦克卢汉自己最喜欢的例子来理解一下，就是电灯。你想想，电灯的内容是什么？是光，对吧？但这重要吗？麦克卢汉会说，这一点都不重要。电灯真正传递给人类的讯息是，它彻底战胜了黑夜，创造出了一个24小时不打烊的现代社会。有了它，工厂可以3班倒，夜生活从无到有，我们人类几万年来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节律被彻底颠覆了。这才是电灯带给世界的真正讯息。再举个例子，印刷术，它的内容是印在书本上的文字，但它真正的讯息是什么呢？是它打破了过去知识被少数人垄断的局面，催生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人主义的兴起，甚至使得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能够得以形成。好，现在让我们把这个强大的逻辑应用到我们今天的主角人工智能身上。AI 的内容是什么？是它生成的那些文章、画作、代码。这些东西固然让人惊叹，但它们就像一个魔术师为了吸引你注意力而挥舞的那只手，真正的戏法其实发生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上。AI 真正的讯息是它运作的方式本身，是它正在悄无声息地将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注入我们整个文明的底层操作系统之中。为了能够系统的一层一层的解析出 AI 传递给我们的这个深层讯息，我们将沿着今天这张路线图来进行探索。首先，在第一部分，我们会深入剖析 AI 这个强大的新媒介，它到底在向我们播报一套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搞清楚了它是什么之后呢，第二部分将探讨一个非常纠结的两难困境： AI 究竟是在延伸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变得更强，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像截肢一样削弱了我们的心智？然后第三部分，我们会把视角从个人放大到社会，审视 AI 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结构的，为什么它没能建成大家期盼的全球村，反而好像制造了无数个相互隔绝的数字部落。第四部分，我们会面对一个更让人感到不安的问题：我们人类与我们创造的工具之间那种传统的主从关系是不是正在发生悄然的逆转？
最后，在第5部分，我们将进入一个更具哲学性的层面，去讨论在这个被 AI 塑造的似乎没有了历史感的永恒现在里，我们到底该如何为自己的生活去寻找意义？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么 AI 真正的讯息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能牢牢记住媒介及讯息这个核心原则，那我们首先就必须学会一件事儿，就是暂时忽略那些让我们眼花缭乱的 AI 内容。麦克卢汉在这里有个绝妙的比喻，他说这些内容就像是一个聪明的窃贼，为了分散主人家里那条看门狗的注意力，而特意带来的一块多汁的肉。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当我们惊叹于 AI 居然能写诗、能画画、能作曲的时候，我们思想里那条负责警惕和批判的看门狗已经被这块多汁的肉给引开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这块肉上，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真正的窃贼，也就是媒介本身，正在悄悄地潜入我们的价值体系，改变着我们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这个窃贼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深深的内嵌在 AI 技术底层的意识形态，它不是通过语言来宣讲的，而是通过它日复一日的运作方式，像一种背景辐射一样，持续不断地向我们示范和灌输。所以，想要破译 AI 的真实讯息，我们就必须去考察它的核心工作原理。我们得问 AI 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说到底，它是一个基于海量数据进行概率计算的超级系统。它的工作方式就是通过分析过去发生过的一切，来预测接下来最有可能出现的是什么。这个过程听起来好像非常技术中立，对吧？但其实这个看似中立的技术过程本身就蕴含着3个非常强大的价值偏好，这3个偏好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3位一体的意识形态。你可以把这套意识形态想象成一股无形的电波， AI 这个强大的发射塔无时无刻不在向整个社会播报着，它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更重要，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而什么东西又应该被时代所淘汰。而我们作为用户，每一次与 AI 进行互动，每一次向它提问，每一次使用它生成的内容，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接受、内化和认同这套全新的价值观。那么 AI 广播的这套3合1的价值观具体是什么呢？就是屏幕上这3条。现在让我们逐一深入地把它们拆解开来。首先，也是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效率优于内省。AI 的整个运作方式就是被设计来追求最快、最有可能的答案，这使得它天然的、极度的推崇速度和产出。我们举个例子，比如一个作家，他面对着一个空白的文档，可能会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苦思冥想，就为了找到一个完美的开头。而 AI 呢，可以在短短几秒钟内就给你生成10个、20个看起来都还不错的开头。这种惊人的能力正在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创造力这个词的含义。它似乎不再必然地与那种痛苦的挣扎、漫长的孵化期和深刻的自我怀疑联系在一起，而是变成了一种快速生产、快速移代和不断优化的过程。在这个全新的价值体系里面，我们人类那种缓慢的、混乱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常常看起来效率低下的内省和沉思，被悄悄地定义成了一个需要被技术修复的缺陷。AI 传递的讯息非常明确，别想那么多了，去生成。这种对极尽效率的推崇，其实可以说是工具理性的一次终极胜利。它把工业流水线上那种追求最大产出的逻辑，成功地应用到了我们人类最私密、最核心的思想和创造领域。这套意识形态的第2条是规模优于精妙。AI 最让人感到震撼的能力之一，就是它能以几乎为0的编辑成本进行海量的内容生产。这种超速生产的能力，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价值天平。你想想，当数量变得如此唾手可得的时候，我们对质量的定义是不是也随之改变了？一个 AI 可以在1分钟之内生成1000张风格统一、质量尚可的图片，这就会使得一个人类画家花上1夜之时间去精心打磨一幅作品的行为，在经济学的角度上显得非常不划算。但是，这种对规模的痴迷是有巨大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那些细微的、独特的、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反复品味才能理解的精妙之处被牺牲掉了。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因为 AI 的训练数据主要来自于互联网上已有的主流内容，所以它天然的就会放大那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和风格，
而那些边缘的、小众的、充满个性的声音，就更容易被这种规模化的生产所淹没。这就像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那些学者们在几十年前就警告过的文化工业现象，就是说，当文化产品可以像罐头一样被大规模复制和生产的时候，文化本身就可能变得同质化和平盘化。而现在 AI 正在把这种趋势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极致。第三点 ，AI 所推崇的是综合优于颠覆。我们必须承认 ，AI 是一个无与伦比的综合大师。它就像一个读完了人类历史上所有书籍的超级博士，能够将所有的知识点融会贯通，然后重新组合，生成看似非常新颖的文本。但我们必须看清它的本质，这是一种组合式的创新，它是在已有的知识框架内进行优化和排列组合。它很难，甚至可以说不可能实现那种真正的颠覆，就是那种从0到1挑战基本假设的革命性飞跃。这一点与许多以人为中心的创造力理论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比如说，伟大的教育家约翰·杜威就认为，真正的学习恰恰来自于探究过程中的那种挣扎和困惑。而管理学家罗伯特·弗利斯也提出，人类创造力的核心动力来自于你内心那个美好的愿景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正是这种让人不舒服的张力，才迫使你去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来解决它。而 AI 传递的讯息恰恰与此相反，它用它的行动告诉我们，所有这些挣扎、困惑和张力都是不必要的弯路，我们完全可以直接绕过去。它用信息检索取代了知识探究，用现成的看似完美的答案消解了我们提出一个好问题的根本动力。所以你看，这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总结起来就是一个追求极致效率、巨大规模和完美综合的世界，正在悄悄地取代一个曾经无比珍视、内省、精妙和颠覆的旧世界。好，当我们理解了 AI 正在向我们光播的这套全新的价值观之后，一个更深层次的，也更关乎我们自身的问题就浮现了。麦克鲁汉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他说，所有技术本质上都是人的延伸。这个观点很积极，也很有启发性。比如说，轮子是脚的延伸，让我们走得更快更远；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让我们看得更清更广；电话是声音的延伸，让我们的交流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但是麦克鲁汉紧接着就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警告：每一次延伸都必然伴随着一次自我截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把某项功能外包给技术的时候，我们身体里原本负责这项功能的器官或者能力就会被麻木，甚至会因为长期不使用而逐渐萎缩。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人工智能，这项号称要延伸我们最高级的认知功能，也就是思考、记忆、创造的技术。那么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了，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正面临着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认知截肢呢？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相关的科学证据正在不断地涌现出来。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就是所谓的谷歌效应。研究发现，当人们知道一条信息可以很轻易地在网上搜到的时候，他们记住这条信息本身的能力就会显著地下降。我们的大脑似乎在进行一种理性的计算，既然这个东西随时能查到，那么我何必浪费宝贵的脑力去记它呢？更进一步，麻省理工学院最近有一项研究，通过脑电图来监测人们的大脑活动。他们发现，当人们使用像 ChatGPT 这样的 AI 工具来辅助写作的时候，他们大脑中那些负责将信息进行深度处理、内化为个人知识的关键区域，它的活跃程度和各个脑区之间的连接性都大大减少了。这就指向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可能性：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累积一笔巨大的认知债务。我们享受着 AI 带来的即时便利，就像刷信用卡一样痛快。但是每一次我们选择认知外包，都可能让我们大脑中那些负责深度思考、批判性分析和长期记忆的肌肉，比如说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变得更加松弛和虚弱。当然了，对于这种认识截肢的担忧，哲学领域也存在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反驳。这个理论被称为延伸心智假说。这个假说的核心观点从根本上挑战了我们对心智的传统定义。他认为，我们的心智或者说我们的思想并不仅仅局限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头骨里面。我们日常使用的很多工具，比如说一个记事本、一部手机，甚至一个计算器，都可以被看作是我们认识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是我们心智向外部世界的一种延伸。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的手机通讯录里存着几百个电话号码，你可能一个也记不住，
但是当你需要的时候，你能立刻找到。那么从功能上说，这部手机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你记忆系统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大脑某些功能的萎缩，或许并不是能力的丧失，而是一种更高级、更高效的认识重构。我们的大脑可能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专业化分工，它把那些可以被标准化的计算性的任务，比如说记忆事实、执行逻辑，外包给了 AI 这个更高效的外部处理器。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出我们大脑宝贵的生物认知资源，让我们能够更专注于那些 AI 目前还无法胜任的工作，比如共情、价值判断、伦理抉择，以及建立深刻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顺着延伸心智这个思路继续走下去，就会得出一个相当激进但又非常有趣的结论。就像哲学家安迪·克拉克所说的那样，我们是天生的赛博格。赛博格也就是人机融合的生命体。他认为我们人类天生就非常擅长将外部的工具整合进我们自身的认知系统里。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的自然人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从人类祖先拿起第一块石器，到今天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我们其实一直在不断地与技术进行融合。所以，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我们是否正在变成赛博格，我们早就是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正在变成什么样的赛博格。而这个追问立刻就引出了一个极其严峻的社会公平问题。你想想，如果未来的高级认知能力不再仅仅取决于一个人的天生智力和后天教育，而是越来越依赖于你是否能够用得上最先进、最昂贵的 AI 认知义肢，那么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因此出现一道全新的，而且可能永远无法逾越的认知鸿沟？这道鸿沟可能会把人类清晰地分为两个物种。认知能力被超级增强的精英阶层和那些无法负担或者接触到这些技术的普通大众，这或许是 AI 时代我们即将面临的最严峻的社会挑战之一。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从我们个体的内部心智转向更宏大的社会结构。麦克鲁汉在他那个时代曾经对未来做出过一个极其乐观，而且后来变得非常著名的预言，他称之为全球村。他相信，随着电视这些电子媒介的普及，信息将能够瞬间跨越所有的地理障碍，把整个地球连接成一个非常紧密的、能够相互感知的社区，就像一个原始的小村落一样。村里任何一家发生的事情，所有人都会立刻知道。在互联网刚诞生初期的时候，这个梦想似乎真的触手可及了。当时所有人都非常兴奋，欢呼一个开放、共享、能够促进跨文化理解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环顾四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数字世界，它给你的感觉更像什么呢？它是一个和谐的村庄吗？恐怕答案是否定的。现实的情况是，那个我们曾经承诺的全球村，已经悄然演变成了一片算法群岛。我们的数字生活就好像是漂浮在一个由无数个孤立岛屿组成的群岛之上，每一座岛屿就是一个兴趣社群，一个意识形态阵营，一个拥有自己独特黑化的数字部落。在这些岛屿的内部，人们的观点高度一致，大家其乐融融，相互取暖。但是在岛屿和岛屿之间，则充满了深深的隔阂、普遍的误解，甚至是公开的敌意。那么造成这种巨大反差的核心机制到底是什么呢？正是今天几乎所有社交媒体都在使用的底层逻辑，也就是基于用户参与度的推荐算法。这些算法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的延长你的在线时间。而在无数次的 A/B 测试之后，这些算法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一个屡试不爽的流量密码，那就是最能够吸引用户注意力的内容，往往不是那些理性的、温和的、能够促进相互理解的内容，反而是那些能够激起你强烈情绪的，特别是愤怒、恐惧和鄙夷的内容。于是他们就开始疯狂地给我们推送那些能够激怒我们、能够印证我们既有偏见、能够帮助我们迅速找到敌人的信息。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算法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一个过滤气泡给紧紧地包裹了起来，与那些不同的观点和声音彻底绝缘了。这个过程对我们整个社会造成了伤害，其实可以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进行非常精确的描述。社会学家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网络称为社会资本，并且把它分成了两种。
第一种叫做粘合性资本，它指的是我们和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比如说家人、最好的朋友、同一个圈子里的人之间的强联系。它就像强力胶水一样，能够把一个群体内部紧紧地粘合在一起。而另一种呢，叫做桥接性资本，它指的是我们和那些不同群体的人之间的弱联系，比如说你和一位政治观点不同的同事，或者和一位文化背景不同的邻居之间的关系。它就像一座座连接不同社群的桥梁，对于一个多元社会的相互信任和长期稳定来说至关重要。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算法到底在做什么。通过不断的推送那些同质化和极端化的内容，它极大的增加了我们的粘合性资本，让我们和自己人抱得越来越近。但同时，它在系统性的、大规模的摧毁我们的桥接性资本。它正在炸毁那些连接不同社群的桥梁，让我们的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个相互隔绝、相互敌视的堡垒。当然了，这也不是故事的全部，人们也开始反击，比如现在出现了所谓的算法行动主义，就是用户们试图利用算法的规则去传播一些更积极、更具建设性的信息。一些平台也在尝试开发所谓的桥接算法，比如说 X 平台的社群笔记功能，就试图去奖励那些能够跨越分歧、建立共识的观点。我们的数字公共广场的未来，最终将取决于这场筑墙与建桥之间的赛跑，到底谁能获胜。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 AI 对我们个体心智和社会结构的影响。现在，我们要进入一个可能更让人感到不安的领域，去探究一个关于权力的根本问题。自古以来，我们人类都习惯于这样一种叙事：我们是万物之灵，我们是工具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从第一块石斧到后来的蒸汽机，工具始终是一个客体，是我们人类意志的延伸和体现。但是当一个工具变得如此复杂、如此智能、如此深度地嵌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我们普通人根本无法理解它的运作原理，也无法离开它而正常生活的时候，这种传统的族从关系是否还依然成立呢？我们还是我们这些数字造物的主人吗？要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传统的人工具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可能已经不够用了。我们需要借助一些更前沿的思想资源。比如说，后人类主义哲学就提出，我们不应该再傲慢地把人类视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行动者。很多非人类的事物，比如说一条河流、一片森林，当然也包括像人工智能这样复杂的系统，它们都拥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能动性，也就是一种能够塑造和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与 AI 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单向的使用关系，而更像是一种双向的共同创造的纠缠。我们塑造 AI，AI 也在反过来塑造我们。我们和它就好像是舞池里的两个舞伴，我们可能一直以为是自己在领舞，但很多时候其实是 AI 的节奏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着我们的舞步。如果说后人类主义描述了这种权力反转的现象，那么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理论则为我们揭示了它背后深层的心理机制。拉康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大他者。他认为我们人的欲望并不是天生就有明确对象的，恰恰相反，我们的内心深处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匮乏感。那我们是怎么知道自己应该渴望什么的呢？我们是通过去寻求一个外部的象征性的权威，也就是拉康所说的大他者的认可和引导。在我们的童年，这个大他者是我们的父母，在学校里是老师，在社会上是法律、文化和主流舆论。我们通过观察大他者的目光来塑造和确认自己的欲望。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大他者的宝座正越来越多的被 AI 算法所占据。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们的偏好和弱点。他通过个性化的推荐，不断地向我们呈现那些看起来似乎能够完美填补我们内心空虚的东西。下一个能让我们捧腹大笑的短视频，下一件能让我们获得朋友羡慕的商品，下一个能给我们带来虚荣满足的赞。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算法的设计初衷从来就不是为了真正的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是为了管理我们的欲望，让我们永远处在一种将要被满足但还未被满足的期待之中，从而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所以这里的关键点是 AI 不仅仅在延伸我们的能力，它更在主动地塑造我们欲望的方向。我们正在被它不动声声地规训，成为完美的、可预测的、永远在欲求的数字消费者。最后，我们终于来到了这次探索的终点，一个最具存在主义色彩的终极问题。
麦克卢汉再一次展现了他惊人的预言家本事。他曾经预言，电子媒介的即时性将会彻底摧毁我们对时间的那种线性感知，也就是那种有清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感，并且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抛入一个永恒的现在。今天 AI 正是这个永恒现在的终极引擎，它将全部人类已知的历史、文化和知识都压缩成了一个可以被我们瞬间调用和重组的巨大数据库。在这个庞大的数据库里，公元前的诗歌和昨天发生的新闻头条并置在一起，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界限变得前所未有地模糊。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没有时间流逝感的无尽的今天里。那么问题就来了，当我们失去了那种我们正走在一条从过去通往未来的漫长旅途上的感觉时，我们又该如何为我们当下的奋斗和创造找到坚实的意义呢？这种被困在永恒现在里的处境，和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米所描述的那种荒谬状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加米用古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来比喻这种人类的基本处境。西西弗斯因为触怒了众神，被判处一个永恒的刑罚，他必须将一块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而每当他即将成功的时候，这块巨石又会滚落回山脚，于是他不得不重新开始，如此循环反复，永无止境。这不正是我们数字生活的一个绝佳写照吗？我们每天打开社交媒体，奋力的刷新、点赞、评论、发帖，就像在推动一块名为自我认同和信息流的数字巨石。我们渴望通过这些行为，在山顶上留下一点点痕迹，获得片刻的满足。但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第二天太阳升起，算法的时间线就会重置，我们昨天所有的努力很快就会被新的信息所淹没，一切归零。那块巨石又会静静地躺在山脚。这种无休止、无目标的循环，很容易让人陷入一种虚无和绝望的感觉。正是另外一位存在主义思想家西蒙纳德·波伏娃所说，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终点，我们的每一个选择才显得有分量。如果一切都可以无限重来，那么意义又将从何谈起呢？然而，加缪的哲学最终并非导向绝望，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在认清绝望之后寻找意义的战斗宣告。他说，西西弗斯的悲剧只在他意识到自己处境是多么荒谬的那一刻才成立，而一旦他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选择蔑视这种命运，他就在精神上战胜了它。加缪为我们提供了3条在荒谬中生存下去的指南。首先是反抗，这指的是我们要对这个系统的徒劳性保持一种清醒的认知。我们发帖不是天真的为了获得永恒的认可，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对虚无的有尊严的反抗姿态。其次是自由，这意味着我们要把自己从对未来结果的焦虑中解放出来，不再为了获得更多的点赞、更多的粉丝而行动，而是在创造和分享的过程本身中找到自由。最后是激情，他的意思是，既然没有一个终点的回报在等着我们，那我们就应该把全部的热情投入到过程的每一刻。如果推石头是我们唯一的任务，那我们就专注于感受肌肉的紧张、石头的质感和山顶的阳光。加缪最后写下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同样，我们必须想象那个在数字信息流中奋力前行的现在西西弗斯，也能够通过保持清醒、自由和激情，找到属于他自己的那种反抗性的快乐。好了，我们这次漫长的思想探索即将到达终点。我们借助麦克卢汉这位向导的独特视角，从多个侧面审视了人工智能。我们看到 AI 所播告的激进效率讯息正在贬低人类内省的价值，它对我们心智的延伸也伴随着认知被截肢的巨大风险。它没有建成我们梦想中的全球村，反而撕裂了我们的社会。它正在悄悄地逆转我们与工具之间的主从关系，并且它把我们抛入了一个需要我们奋力去寻找意义的永恒现在。贯穿这一切的似乎有一条共同的主线，那就是一条将技术优化置于人性价值之上的发展道路。但是这是唯一的道路吗？答案是否定的。思想家伊万·伊利奇曾经做出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他把我们使用的技术工具分成了2种，一种是操纵性的工业工具，
它们通常非常复杂、不透明，最终会反过来控制和奴役它们的使用者。而另一种呢，它称之为友善的工具。一个友善的工具，最好的例子就是一辆自行车。你想想，自行车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天生的移动能力，但它的结构非常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和修理它。最重要的是，它的方向盘和速度完全由我们自己来掌控。它是服务于人的，而不是主宰人的。现在我们反观今天的大部分 AI 系统，以其黑箱一般的复杂算法、高度中心化的数据控制，以及那些旨在塑造用户行为的设计目标，它正越来越偏向于成为一种操纵性的工具。因此，我们今天面对的挑战，不是要全盘的拒绝 AI， 而是要发起一场运动，一场有意识的、努力的去设计和构建一种友善的智能的运动。我们的目标是把 AI 从一辆可能会失控的自动驾驶汽车，改成一辆我们能够自由驾驭的友善的自行车。那么，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需要一场从技术到社会的根本性转变。首先，在设计层面，我们必须大力推动所谓的价值敏感设计。这意味着要把人类的尊严、自主性和公平这些价值视为和算法效率同等重要的核心设计指标，而不是等到问题出现了才是打补丁、亡羊补牢。其次，在治理层面，我们需要建立强有力的以人为本的监管框架，来确保 AI 系统的透明度、可解释性和问责制。最后，在文化层面，我们要拥抱哲学家许彧所倡导的技术多样性。我们要坚决地抵制那种认为技术发展只有一条线性的以硅谷为中心的道路的叙事。我们要去鼓励和培育那些植根于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的更多元的技术可能性。比如说，一个源于东方哲学的 AI， 也许会更注重和谐与平衡，而不是西方文化中那种无限的增长和优化。最终，麦克卢汉的理论框架留给我们的，其实不是一个悲观的末日预言，而是一项艰巨但又无比光荣的任务。理解媒介的讯息仅仅是这趟旅程的第一步，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作为 AI 的使用者、开发者和决策者，不能再被动的去接受这个新媒介播讲给我们的讯息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去积极的、主动的塑造和定义这个媒介未来的发展方向。这早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挑战了，这关乎我们这个时代的佛学选择和政治斗争。我们必须去回答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到底希望我们的工具帮助我们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和一种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掌握在我们每个人的手中。感谢您参与这次的深度解析。